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相信所谓的灵魂伴侣吗？又或者是你有没有遇过某一个人，当你遇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你们好像似曾相识，或者是好像前几辈子就已经认识这个人似的。又或者是你在期待你的另一半会是你的灵魂伴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议题，并且跟大家探讨一下所谓心理研究方面的灵魂伴侣跟我们的所谓的信念对于我们的关系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灵魂伴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谈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呢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呢，只要是跟心理疾病、人际关系、两性关系，又或者是职场关系等等之类的议题，我们都会讨论哦。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和小铃铛，未来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拜托拜托哦！首先呢，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发现，美国人当中啊，有73%的人其实是相信灵魂伴侣这一件事情的。而在这一份调查当中呢，也发现了呢，其实男性相信灵魂伴侣的几率比女性还要高。在这份研究当中，男性有74%是相信灵魂伴侣的，而女性是71%。而这里头呢，也发现了年龄在45岁以下的人呢，有将近70%的人他们是相信灵魂伴侣的。而有69%在年龄4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是相信灵魂伴侣的，所以其实相信的人还是蛮多的。那你自己是哪一个呢？有一位心理学家的研究学者，他叫做 Raymond Nees， 他其实就做了一份研究，发现呢，其实人类对于关系的那个信念有分成两种，那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灵魂伴侣 soulmate 有很大的关系。一种呢就是 destiny belief， 另外一种呢就是 growth belief。那所谓的 destiny belief 呢，就是命运宿命论的这种人。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呢，其实他们就会觉得我命中注定要跟某个特定的人相遇，那我非得要找到那一个人，那个人才是我命中注定的人。那这种就是比较是命中注定宿命论的那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 growth belief。growth belief 呢，就是通常会相信呢，所谓的关系其实是需要靠努力去维持的。你遇到这个人之后呢，其实还是必须要努力的去维持改善，或者是你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会因为一起努力而有所成长，那就是一个 growth belief。那你自己是哪一种呢？接下来我们会来问一些问题，一些简单的问题来帮助你了解，看你自己在这方面的信念是哪一种。首先呢，你可以想一想，你在跟一个人交往过程当中，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在思考，这个真的是我的对的人吗？又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常常在想，我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又或者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吗？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外面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在外面有这么多的人，我可能还有其他的机会去遇上一个更好的人。其实在我工作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现在这个伴侣真的就是我注定该相处的那一半了吗？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事情可能没有这么好，又或者是我们一切都很好，可是外面有这么多人，我有没有可能会遇到更好的人呢？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呢，不断的无限的循环在思考，然后是不是适合。所以呢，在这份研究报告当中呢，其实就显示了，在抱持所谓的宿命论的人，就是命中注定的一种理论，相信这样子的人呢，其实他们比较容易放弃一段关系。当在一段关系里遇到一些不顺、争吵，或者是觉得不适合的地方的时候，就觉得应该要放弃，因为就会开始觉得这应该不是适合我的人，或者是不断的执着在想说应该有更好的人在那里，只是我还没有遇到，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我一定可以找到更适合我的人。相对的呢，另外一部分的那一种就是属于觉得我们这段关系我们是必须要去努力成长的，从这当中去修复关系里头的缺陷或者是不够好的部分，我们来一起互相辅助，互相成长，或者是从关系里头去学习一些什么，来让自己能够学会如何包容接纳。这样子的人反而比较能够面对挫折，在关系里头所带来的一些失望。在 Raymond Nees 他的研究当中呢，他就有发展出4个向度：高成长性跟低成长性的信念，又或者是高宿命性跟低宿命性的信念。
那如果呢，我们是对于成长信念跟宿命信念两者都很低，就是我两者都不相信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关系呢就会发现我很难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不断的无限循环在钻牛角尖，然后会对于关系感到一种无力感，非常的无助，因为你觉得不知道到底什么样才是最好的，就不断的在思考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好的吗？有没有更好的？然后也不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所努力才会有成长，应该是我们一拍即合，那你就会一直在那里头无限的循环。但如果呢，你是低成长信念，但是你是高宿命信念的人呢，那你在关系里头呢，你就比较容易会觉得说，可以透过了解彼此，检视一下我们到底适不适合。也就是我会去检视你跟我到底适不适合，来看我们是不是灵魂伴侣。那如果不是的话，也许我们就会分开了。那如果呢，你是高成长论、低的宿命论的那个人，那你在这个部分，你就会比较相信你们是可以两个人一起互相成长的。所以你在关系里头的一个态度呢，就比较是一个可以去酝酿、培养的那一种心态。也就是呢，你在关系里头呢，你会去看见这个问题，而且你会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第四个向度，你是一个高宿命论的人，也是一个高成长论的人，也就是你相信呢，我们真的会有所谓的灵魂伴侣，但是我也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灵魂伴侣呢，其实是来陪伴我，让我来有一些成长的。所以我们在彼此的关系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是会有一些课题是我们必须要不断去克服的。其实这个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你会有这样子一个相信，然后你也对于这样子一个伴侣有一定的信任度，然后呢，你也愿意彼此努力去付出，去让这一段感情更好。那这是这样子的一个4个向度，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呢？好的，那我们看完了这个爱情的对于灵魂伴侣的向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要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灵魂伴侣呢？其实呢Ty Taschio 就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有写了一本书来介绍幸福的3个愿望。那其实这里头有一些观念也值得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参考一下。他有提到呢，其实我们可以去试着去了解对象的一些特质，来帮我们审核评估到底适不适合。那这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是哪一些，有哪一些东西呢，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在关系里头一定要有的。例如说呢，我觉得一个人呢，绝对不可以吸毒啦、赌博啦，这种是绝对不可以，或者是暴力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这个人呢有这样子一个倾向的时候呢，那就绝对是一个大打叉。又或者是呢，你觉得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一定要是知书达理，能够了解很多事情，因为我对于知性这方面的沟通是非常重视的。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方面能够有一个心灵的交流。那我希望我的对象是这样子的，那就是我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念。又或者是说呢，我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很深的信仰，又或者是我是一个佛教徒，我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一个信仰跟信念。那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呢，能够对我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有所支持，甚至是能够同步的是最好的。这个就是你的最核心的信念。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去挑出一些核心的信念，那剩下的呢，可能就是一些我们可以彼此妥协的一些部分，就是不是那么的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例如说我期待我的对象可能比我高很多，大概20公分，但是呢，其实这个人最后其实跟我的身高差不了多少，但是其实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那像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可以妥协的一些条件。那在 Ty Taschio 他的书里头呢，也有写到一些教大家怎么样去分辨适合的一个伴侣的一个条件，我们要怎么样挑选。那他有提到2点蛮值得大家思考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外在的一个美感，也就是看起来很美、很漂亮、很帅的人，其实这个不见得是一个长久的一个指标。其实我们跟一个人相处久了，甚至包括是任何的东西，一个再美的东西，你看久了，它的曝光效应其实就已经会让你开始觉得那个很心动，一开始很心动，看到就会觉得很惊艳的那种感觉，慢慢就会淡掉了。所以呢，长相、外观、外表其实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个指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财富。财富呢，也许可以带给我们一定程度的快乐，没有钱确实就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
根据研究指出呢，其实我们人对于财富的满足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呢，财富就没有办法再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它没有办法带给我们更多的满足，也不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所以这2点呢是想要提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的。那我们要透过哪些方式来去看到或者是评估这个是不是适合我的灵魂伴侣呢？第一个呢就是人格特质，这个人是内向还是外向？这个人他是比较慷慨啦，比较温和的啦，还是他的脾气是比较暴躁的，还是他是比较刚硬的，又或者是他是比较坚韧不拔的？对于人格特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先去有一个了解，然后也去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的人，这样子的人跟我相处，我们合不合？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看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一些特质，例如说他这个人是不是诚实的人，或者是他对人是不是友善的。这一些呢，其实是会透过时间有一个一致性的，所以它可能是没有办法演变出来，而且会在小地方透露出来。例如说，这个人呢，他可能就是比较以高气使的人，可能你在跟他出去用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于服务生的态度都非常的不好，一副就是我花钱我就是大爷，你就是得要听我的，那就是非常的不礼貌。那你就可以多少看出一些端倪，也许这样子的人他的态度对于其他人的态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质。那第3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一个依附形态。我们之后也会有这样子的影片，欢迎大家继续追踪我们的频道，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依附形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依附形态呢，其实是我们在原生家庭跟我们的父母，也就是主要照顾者他们的关系，然后影响我们的人格特质，以至于我们在未来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用一个固定的关系模式来和其他人相处。那基本上会有分成安全依附跟不安全依附，而不安全依附型的又有紧张的，又或者是混乱的，又或者是逃避的。那所以呢，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头，你发现对方呢其实是紧迫盯人，不断的害怕会失去你，然后就很想要跟踪你，或者是控制你的一切，又或者是呢，你对这个人呢跟他相处，你觉得他说他很爱你，可是你完全感觉不到，当你想要靠近他的时候，他就躲得远远的，又或者是很冷的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好像有点难相处。这是每一个人的依附形态，你也可以从他跟他家人，他的父母的相处模式看出一些端倪，来了解这个是不是适合我的人。灵魂伴侣其实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如果我们希望有一段长久好的一段关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需要不断付出的努力。而人都有缺陷，你有我也有，对方一定也会有。每一个人之所以相遇，我们就是必须要在这样子的关系里头去慢慢的了解自己，去了解对方跟自己的关系里头产生了什么样的摩擦，而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善。而我们如果能够去对一个人有所包容甚至妥协，其实是我们能够给予对方最好的一个礼物，因为这也代表了我们能够接纳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也能够妥协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不知道你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或者是你对于所谓的灵魂伴侣有什么样的心得想法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或身边人有帮助的话，帮我们按个赞并且分享出去，这样有更多人就可以接受到这样子的讯息。别忘了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你们就可以立刻收到通知。我们下次见，拜拜。